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这个是半斤。哎，半斤，啊，这个是半斤。现在呢，我跟半斤准备去银杏村那里去玩一玩了。因为每年的到了11月底的这个时候，银杏村的叶子啊，全部都会变成金黄色，然后全部掉落在地面上，形成一个金黄色的地毯。每年就只有这10几天可以看得到哦。所以说，如果错过了的话，就要等一整年了。本来我是打算把我的相机修好之后，用我的微单相机去拍的，因为运动相机的话，色彩没有那么丰富。但是没办法，我的相机还没有修好，还要等个4天这样子吧。所以呢，我只能先去那里去看一下了，不然去的晚了，叶子都掉光了。腾冲市的这个市里边呢，种了很多这种银杏树的，现在全部都变得金黄了。银杏树呢，也是这个市的市树。太阳出来了，照射在上边，金黄的，特别的美。蓝天白云，两边呢又有那么多的银杏树，看着心情特别的愉快。你好，走一下健康码是吧？好的，买一下门票。买门票，30元一位。即使住店也是要买门票的，多少钱呢？30元。30元。1张钱票。哦，别紧张，关键。那已经买了。好的，慢走。好的，谢谢。不用谢。好多人在拦车啊。你好。你好，你是9姐妹那个的吗？哦，那我跟着你走是吧？好，跟着他走就可以了。一般在当地的村民家消费呢，都可以开车跟着他们车进去的。如果你不是在他们那里消费，那可能就得把车停在停车场，要走进去。现在他们都建了这个很长的这个路啊，才能走得到他们的那个银杏村里边。因为你看前方这里呢，他们修建了一个购物长廊，所以说可能是为了增加消费吧，就是让游客必须走了这么一段路，才可以到达他们村子里面。这里还这么漂亮。哇，他们家这么漂亮，我把车开哪里啊？老板，我把车停哪儿啊？停在这里面吧。哦，停到里面，好的。哎呦，会刮到。哇，停到这里面。哇，这里好漂亮啊！好大片的银杏树。对，满地都是金黄的。来的人也少。今年少很多吗？少很多啊！像往年的话，今天你订房间就订不到了。哦。现在就是颜色正黄的时候哈。对，因为你订的特别好，刚好一个房间。他们有6个房间是一起的。哇，这里太美了。那你就先把你送到房间里面，还是待会？我现在去登记吧，好吧？哎，好的，好，行。你那个带随身就过来。好的。哇，它这里这个是你们自己晒的腊肉啊？对。现在太阳出来了，要整片金黄的银杏树。你看，还有穿着古装来拍照的小姐姐。咱们这房子里边挂满了玉米，还是真的玉米，我以为是假的。真的。你们这棵银杏树有多少年那个树龄了？800多年了。但是它叶子没多少啊，反而是门外边那些。因为是树龄大的，它就落得早。那他们这些树就像人老了掉头发一样哈。对。好，这个就是我的房间。哎，好，可以。哇，这里开窗就看得到外边金色的这个银杏树了，这景色真的好漂亮。现在到那边去是拍不了，
为什么？人山人海，人都是人头。哦，都是人啊。要是往年的话，真的全部是看到人头。哦，车子都开不进来。哦，像往年的话。哦，像今年就好很多。啊，对，今年他人少了，外面来的人就特别少。像你们这个客厅里面为什么要搭这个布啊？这个布因为是今年刚装修的房子，它这个紫外线强嘛，板子啊晒坏了。哦，那可以装门呢？像这样子的门也可以哈。我们都装了，你看里面是装了的。哦，里面是装的哦。主要就是这层布，就是保护这些木质的。哦，免得它变质了。变形嘛。变形啊。哎，对。我看了其他的那些居民，他们也是在厅里面也是挂的这个布。哇，他们这个房子都是那么大的。我发现你们这边每一个村民都是住的这样子的别墅一样的。啊，对，因为我们这农村嘛，都喜欢用这个木质的来建造房子。银杏果是这样子的。嗯。好像那个开心果啊。开心果，拿出来火鸡呀。哦，它是壳剥开来，然后里面有一个人。这个人就是可以吃的。可以吃的。可以生吃吗？生吃也可以，一点点苦。生吃只有少吃2颗。哦，这个是地上捡的还是说树上摘的？树上摘的。哦，树上摘下来的。都是银杏果。回来再用手来剥。像这个要怎么做啊？这可以那种啊，银杏炖鸡糊小肠。银杏小肠。炖小肠。哦，炖那个猪肠。哦，就是这个吗？那个老板说弄的这个银杏果。哦，已经烤熟了。你们是放在哪里烤的？微波炉里面。哦，直接放在微波炉里面烤，烤熟了就可以直接吃，直接牙齿咬是吧？是。我这个壳比我想象中还要软哎，我以为是很硬的那种壳。不是很硬，吃起来挺香的。对，一直到这2天的话，它还有点干了。中秋节前后那2天下树的特别好。我吃着吃着怎么吃到螃蟹的味道？蟹肉的味道。对，有那种蟹肉的味道。腥臭味，它有点臭味。哦，它是这样子的。对。它本身的话，下树的时候，如果说我们是戴着手套去剪它的，不然它那个会把手那个弄得很脏，要蜕皮的。要蜕皮的。哎。600平方米，我建房子这个地就有。还有那个墙外面的，这边这一片，后面这一片。差不多应该就在1500、2000多，2000多外面还有1亩多的，还有600多平方，太厉害了！现在刚好出了大太阳了，哇，这个阳光通过这个银杏叶子洒下来，太美了。现在我搬进来的正是时候，因为现在呢，这个银杏村的叶子全部都变成金黄色了。老板说，就这个客栈的老板，他说再来早几天可能都看不到。这个银杏村呢，它原来是有几个名字的，银杏村是其中之一，它还叫江东村，原来呢还叫白果村。那我在那个腾冲县的县城还见到了白果巷。那不管是这个白果巷还是固东镇的这个白果村，其实呢都是明朝的时候派兵戍边士兵居住的地方。因为明朝的时候，为了控制云南呢，他们是实行一个屯兵的制度，就是来这边戍边的士兵呢，他们既是当地种地的老百姓，然后呢，也是可以拿起武器作战的士兵，就是有情况发生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迅速的加入到战斗里面去。那其中一些士兵呢，他们从中原地区过来，然后就带了很多白果。这白果在明朝的时候既是药材，也是可以食用的。在腾冲这里，我们可以吃到很美味的白果八宝饭，还有白果炖鸡。这个白果呢还很方便保存，所以说军队远征的时候呢，一般都会带大量的白果，并且种植在了腾冲这里。那久而久之，这些种植白果的地方呢，就形成了白果巷以及白果村。所以呢，这个银杏村呢，其实在以前也叫白果村的，就是因为这里种了很多这样子白果种植的银杏树。虽然屯兵的制度已经消失了，但是他们的故事已经变成了传说，并且他们种的每一棵银杏树都保留了下来。每年呢，这银杏树都会结出白色的果实，并且会掉下金黄色的树叶，安静地守护在这个村庄里边。
哇，这里有个好大的果实啊！在这个银杏园子里边捡了那么大一个果子。哦，是这种树，哇，好多！这个树上挂满了果实。你看这里又有一个，不知道是什么果，当地人都不要的吗？走在这村子角落里边特别的舒服，一个游人都没有，就是我跟半斤在这里静静欣赏这村落的景色。I wish you were easy. Spend some time with me, but you talk. 逛着逛着下雨了，刚刚还出太阳，现在就下了那么大的雨，赶紧找个躲雨的地方。哇，这里好漂亮啊！这里边，哎呦，有车有车，哎，半斤直接跳上来了，好起来，来到了一家农家乐，就在这里躲雨。现在雨又停了，变小了，这个雨。现在我跟半斤好像走进了一个金色的童话。哇，在这里拍照很漂亮哎，金黄的叶子，再加上村里的炊烟，太美了。